卫门清贵瓦上霜，一母双子分两厢。兄捧玉册登云堂，弟饮残羹卧冰床。我落地那日，母亲血崩而亡，祖父大喜大悲中风没了。一天之内死2个人，父亲给我赐名逆生，落地克亲，不如不生。二公子，老爷叫你去祠堂。下雪天去祠堂，准没好事。今天真冷，魏伯。二公子，天冷就不要刻刻练字了，手都冻坏了。老爷一生清贵之名，父亲当年不许人为我奶，就断送在你这不孝不悌的不孝子手中了呀！是魏伯抱着祖父牌位闯进正堂，救了我一条命。倒还知道让路。我也去祠堂，离我远点，大冬天的晦气。哼，魏家的福星。孽子，过来了就跪好。今日有好事，你兄长即将拜入国子监司业秦公门下为弟子，孩儿必当勤勉，不负父亲教诲，不负秦公青睐。好，吾子当兴家。孽子，你哥哥有好事，你连句吉祥话都不会说。恭喜兄长，弟弟客气，你我亲兄弟不必如此拘谨。刚下雪就让孩子跪祠堂，父亲和姐姐看着多心疼啊！心疼？这个孽子还有脸提父亲和卢娘？你看看你跪在谁面前？你祖父、你娘，你还有脸让他们心疼？贵人息怒，孩子还小。逆生啊，魏家可没亏待你，吃穿用度一样不少。你兄长有出息，你该替他高兴。将来你兄长发达了，还能忘了你们2个弟弟？娘，冷回屋。你带守城先回。好，这就回。母亲，且慢。父亲让儿子跪在这里，面对祖父和母亲，儿子不敢不从。只是儿子有一事不明。又有何事？父亲，且问，既是面对母亲，为何母亲的牌位前供奉只有一碟干瘪的糕点？儿子虽未读书，但按我朝礼制，妻以夫荣，母以子贵。按族规，有功于族者当入祠享祭，配享哀荣。可如今母亲本应在前的牌位缩在角落，共舞连寻常仆妇的祭奠都不如，这规矩何在？崔氏，卢娘是我的发妻，是朝廷京表的杰妇，你怎么敢如此苛刻？老爷，我只是一时疏忽。疏忽？卢娘的陪嫁庄子是谁在管？首饰戴在谁身上？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他是卢氏亲儿子，不能当众说自己母亲不配享祭。国子监司业即将收徒，他不敢有半点纰漏。崔氏，明日把卢娘供奉补齐，写告罪文烧在灵前，往后1个月，你每日午后贵族3个时辰赎罪。是，官人。你这孽子，还算有点孝心。跪够了就回去吧。天冷，我让管事给你送件过冬新衣和炭火。所谓跪罪，不过做给活人看。从4岁起，每次家里有好事，我都得跪。这是魏家真正的顶梁柱。父亲能坐上工部主事，全靠祖父余荫。大伯，祖父最寄予厚望的儿子，魏家有子当入汉院，可惜一场大病，人没了，且无嗣。活人厌恶我，这个逆子，厌恶到恨不得我死。死人却在给我铺路。祖父的余威保住了我的命，母亲的名分给了我反击的刀，大伯的绝嗣反倒成了我往后的路。
祖父，孙儿这条命是您给的，您走了，这清贵还剩几分？您在天上看着，往后孙儿不给您丢人。娘，儿子来迟了，这碟糕点明日换掉。大伯，您14岁中举，17岁金魁，本该是魏家最完美的继承人。您瞧着，我替您继续走下去。魏家嫡兄是光，我是影，可这世上从来没有光能永远遮住影。二公子在想什么？魏伯，过继长房的事你知道吗？二公子不必烦恼，长房名下有老爷当年为大公子攒下的300亩良田、5间铺面，每年盈利都收入库房。不愧是祖父手笔。老爷当年说过，我魏征长房不能绝嗣，这笔产业待长房有继，尽归嗣子。可你祖父不喜外人过继本脉，所以一直空着。二公子，你父亲支撑不起这个家，官位不显，花销却大，这些年早就盯上长房那笔钱了。魏伯，你是说父亲迟早会让我承长房香火？你母亲舍不得你弟弟，她舍不得你兄长，我大周朝也没有过继嫡长子一说，拖到最后只能是你。只要过继至大伯名下，我就能脱离父亲这一脉，一无所有的偏院弃子，一跃成长房嫡脉，鸟上青天，鱼入大海。你从来不是无路可走，祖父为你大伯留了条路，这条路现在也是为你留的。我儿来了，快进来，外头冷，里屋暖和。就这穿戴1天1套的，怪不得魏安说父亲花销大。逆生啊，当日在祠堂都是母亲的错，你也不小了，总窝在那个偏院不是办法。我和你父亲商量了，明年弟弟启蒙，你搬到正院来，一起读书。当然你也别急着拒绝，我娘家庶出兄弟比你大几岁，你这些年在偏院闷坏了，让他带你出去玩玩，京都热闹着呢。他是要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慢慢养废。困在偏院10年，我对外界一无所知，出门正是我需要的。母亲，这京都真的那么热闹吗？何止热闹，保管让你大开眼界。既然这样，儿子便多谢母亲了。开不开心？你二哥很快就废喽。二公子，我是崔福，姐姐让我带你出去逛逛。哟，二公子这是舍得出门了。二公子，这大冷天的往外跑什么？惹出事儿，跪祠堂可不好。滚！什么？你喜欢跪祠堂啊？也是。您这命硬，多跪跪，去晦气。小杂种，你敢打我！你个老东西也敢！王荣，你个家生奴，你说什么？我是魏家嫡脉，母亲卢氏的牌位是在魏家祠堂里供着，你不过是签了死契的家生奴，有什么资格当面辱我？你等着，大公子不会放过你的。二公子，好气魄。这次轮到我拿捏他了。小外甥，舅舅带你去当大人怎么样？就是不喜欢老家伙。魏伯，我外甥都发话了，你个老奴还不快滚！哼，你们干什么？二公子，我可是你名义上的舅舅啊！崔福，我父亲最在乎什么？在乎魏家脸面，清贵2字。一个崔家不受待见的庶子，带他嫡出儿子去不该去的地方，你觉得会怎样？二公子，有话好说。想明白一点，你不过是崔家一小娘生的庶子，得罪了我父亲，你姐姐会第一时间撇清关系。阿姐她肯定跟我撇清关系。我母亲给你的银子，还有你身上的钱，拿来，
二公子，崔福说要带我去当大人，魏博听见了吗？这要是在那种地方传几遍老爷的名字，我给。放心，世上哪有小外甥为难自己舅舅的？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。这是我穿越以来第一次真正走出魏府，不是10年以来第一次走出魏府。小公子，买画。清风拂柳影，白鹤步红尘。妙极，妙极！大周文风鼎盛，好词赋，重容止。在这样的时代，要么文采惊天下，要么东华门外唱名，有马踏阶。小公子要什么？启蒙的书都在左手边。史书有吗？这边请。斩其国主全族，李煜没成为李国主，被一起斩了。没有李煜的词，没有苏轼、范仲淹。寇准，在这里是大臣。这个大周是个驾崩朝代，承唐而立，经济文风类宋，疆域官制类民。前世那些名篇没了也好，没有这些名篇，正是我的机会。哪里来的小肉包子？大周史，看这个干嘛？多无聊啊！还不如看诗集。对了，你是哪家的小郎君？魏家。魏家？不可能，魏家长子相貌寡淡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会是魏家的？你说的人是我兄长，我是次子，不怎么出门。哦，你叫什么？魏逆生。这名字好奇怪，什么意思呀？我出生时，母亲难产而亡，祖父也去了。父亲说，落地克亲，所以叫逆生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想？你娘肯定是爱你的呀，她那么拼命把你生下来，怎么能说自己克亲呢？我阿娘跟我说过，生孩子可疼可疼了，每个娘都是拼了命才把孩子生下来的。你娘要是知道你这么说自己，肯定会难过心疼的。你说的对。小娘子你在哪里？家里婆子找我了，我得走了。哎呀，对了，你就叫我福娘吧，阿公在家里都这么叫我。这小肉包子。一共3两8钱，真贵。老爷从前买时从不嫌贵。你这脸怎么回事？大公子，您得给奴才做主啊！奴才昨日奉您的命去偏院，二公子二话不说就让那老奴魏安打奴才。魏逆生敢打我的人？不止，二公子说，就算大公子在我面前，我照样打杀你。大公子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占了个嫡长的名头，真论起来，他也是嫡子，谁也不比谁低。好一个谁也不比谁低！父亲，儿子是来求父亲做主的。做什么主？你自己说。二公子说，就算大公子在这儿，我照样打杀你。大公子不过是占了个嫡长的名头，谁也不比谁低。那孽子姓郑，逆生这孩子平时看着挺老实，母亲您别替他说话，我看他是大了，有其他心思。逆生毕竟年纪小不懂事。父亲，再过几日就是儿子的拜师宴，秦公亲自前来，若让他知道魏家的公子随意折舞下人，口出狂言，秦公还愿意收儿子吗？来人，去偏院把那个孽子给我押过来，立刻。是。
二公子，老爷有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老东西，少废话。魏伯，没事儿，父亲让去一趟而已。10年听话，换来了什么？孽子，跪下！我说跪下！父亲让我跪，可以，但我想先知道我犯了什么错。你还敢问？我魏家清贵，就是让你随意折辱下人的。父亲，他不但打人，还口出狂言。王荣说了，就算兄长在面前，也照样打杀。大哥不过占了嫡长名头，谁也不比谁低。老爷明鉴，奴才挨2巴掌没什么，可二公子这么辱骂大公子。王荣，我问你，昨天去偏院，你是奉谁的命？奉大公子的命。大哥，你让他送什么？我让他去看看你缺什么。石盒呢？打翻了。怎么打翻的？你打我是打翻的。我打你之前，石盒在你手里，我打你，你摔倒，石盒才翻，对吗？是这么。那我为什么打你？因为你当众辱我，那些话，你敢当着父亲的面再说一遍吗？父亲，还有其他仆役亲眼看见。奴才看见二公子打王荣，只听见二公子说谁也不比谁低，后面没敢听就走了。这些仆役看人下菜，我是全家厌恶的次子，他们怎么可能站我这边？好，好，好！没想到啊，你这孽子，居然真的生有那种脏心思。哼！我魏明德只有守正、守成2个儿子。听话，10年听话，换来的是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，笑我以为只要不惹事就能活下去。二公子，你闭嘴！你过来。我是魏家嫡脉，祖父魏征，武英殿大学士，至文端；母亲是朝廷金表杰妇。你一奴仆，安敢辱我？父亲，你刚才说你没有我这个儿子，好，我倒要看看往后还有谁敢用你这个纵仆孺子的朝廷命官。这事明日就能传遍整个京城，那些御史，那些清流，混账东西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去劝你弟弟！快拦住他，别让他去祠堂！逆生，你听我说，王荣罪有应得，他该死。这是父亲错怪你了。逆生，好孩子，千万别冲动，外面冷，雪大，咱们回屋说。魏安，快劝一劝逆生，不然我魏家就毁了。老爷，老奴斗胆问一句，恶仆当众辱骂嫡子，该不该杀？签了死期的家奴以下犯上，按大周律，按魏家家规，该不该死？二公子今日清理门户，是不是正家风，守家法？对，王荣该死，他死有余辜，他死有余辜。逆生，你做得对，你这是正家风，是清理门户。对，逆生别冲动，兄长错了，兄长不该信那恶仆。二公子，够了，你赢了。不够，明日醒来，他们会不会反悔？会不会把今天的事编成二公子持剑行凶，逼父认错？我要的是承认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无法反悔的承认。为父错了，不该听信王荣一面之词，不该逼你，你也跪下给我认错。都是兄长的错，不该听王荣的话，兄长对不起你。母亲也是一时糊涂，逆生。10年了，10年听话，10年隐忍，
10年低头，今晚我终于站直了。二公子，这是厨房送来的，他们说是主子该有的分礼。昨日那一剑，震慑的不只是魏家3口，整个魏府的仆从都知道我不好惹了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各位，一定要帮公子传播出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魏家子，哪个魏家？工部魏主世家，昨日有恶奴当众辱骂他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那二公子当场拔剑，把恶奴杀了。杀了？何止？他提剑去中堂，恶奴如主，我郑家风有何不可？对，恶奴如主，杀得好，这才是清贵之家的风骨。你昨天到底带那个孽种去哪儿了？阿姐，我带他去赌坊了，真的。赌坊？难道去一趟赌坊就能让人变成那样？你知道王蓉吗？知道啊，前日出门，他被二公子扇得跟猪头似的。昨天下午，王蓉被那个孽种杀了。杀了，就因为2巴掌。明德，恭喜恭喜啊！你魏家不得了啊！大人，这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也不跟我等说一声。魏主事，你家公子真不得了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儿。难道是秦公为守正造的事？魏明德，你魏家好家风，魏家子烈也。明德，你没有辜负你的父亲魏文端，地下有知，必会欣慰。秦大人过誉了，都是守正自己的努力。守正？我说的是你那即将拜入老夫门下的长子吗？那孩子才学尚可，可要说烈，没想到老夫居然看错了人。你魏家子为护名节，为守清贵门风，诛杀汝主恶奴，以正家法，这事儿已经传遍京都了。今日早朝，连陛下都亲口过问了这事儿，陛下亲口夸赞10岁童为守嫡之尊，拔剑诛奴，以正门风，我大周之幸也。明德，你这次子教养的真好啊！诸位误会了，这不是我长子守正，是我家次子。你还有个次子，就是那个地隐残羹卧冰床的那个。好，兄为帝师嘛。明日为府拜师宴，大家都来啊！我要相看那个10岁的烈子。好，明德啊，明日拜师宴，你那个次子会来吗？秦公召见，岂有不来之？那就好。那个被我扔在偏院10年，昨天还让我自裁的孽子，现在成了陛下亲口夸过的烈子，成了秦燕要亲眼见的人。这个孽子，他就是故意的。二公子，夫人让奴婢送来新衣，请二公子换上赴宴。二公子，这是夫人的小花招，让你坐开时辰出场。但今日这宴得去，养名望就在今日。陛下亲口夸过您，秦公点名要见您，老爷再不愿意也得让您去。二公子真好看，这才是我魏家的嫡脉，是老爷的嫡孙儿。是。为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欺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汝既入我门，当勤勉向学，勿惰家生。
是谁是吧？明德，你家次子呢？那个10岁的烈子，回秦宫，他在偏院，我这就让人去叫。不必，老夫自己去见见也无妨。秦公有所不知，一生那孩子昨日受了些惊吓，回去就有些发热。今日一早我去看他，他还躺在床上，毕竟是10岁的孩子，头一回见血，吓着也难免。10岁孩子第一次杀人，确实会受惊，那就让他好好歇着吧。兄长，弟弟来晚了。好一个世家贵子，如见魏晋风流。魏家世子，魏密生，见过秦公。父亲、母亲、兄长。好，明德，你这二公子教养的真好。方才在门口听见母亲说儿子病了，多谢母亲挂念。儿子只是昨日有些惊吓，歇了一夜，已无大碍。今日诸位贵客为兄长拜师，儿子身为魏家子，岂能因小量缺席？孩子，过来让老夫好好看看。明德，你这二公子真如得见魏晋世家子。守正，你有个好弟弟，兄为帝师，你可要做好榜样。读什么书了？《论语》《算经》。还读《算经》？为什么读这个？科举虽重师傅，但治国理政离不开钱粮度支。祖父当年掌户部，学生不敢堕了祖父的声名。好，有志气，有见地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。老夫是不是收错弟子了？诸位长辈，学生有一言，今日是学生的拜师宴，何不以魏门双璧为题，各赋一词助兴？好，好，守正这个提议好。父亲，学生先来。华堂今日几宴开，贵客迎门贺喜来。兄友弟恭共瑶台，师道尊严承教诲。文章锦绣赖栽培，从今步步上云阶。中规中矩，欠些火候。学生命人移来屏风。10载幽居自掩飞，一朝把剑震家威。满堂宾客皆惊叹，谁道寒门无玉辉？程祖训守清规，丹心一片向阳飞。今朝且尽杯中酒，他日凌云始到齐。好，好一个10载幽居自掩威，好一个谁道寒门无玉辉，好一个他日凌云始到齐。兴魏家者，当有此烈子也。老夫活了40多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字体。褚遂亮的飘逸，颜真卿的雄浑，老夫都见过。可这字自成一家。孩子，这字体何名？小子自偏院揣摩祖父字迹与前代名家所得，尚无名，请秦公赐名。老夫赐名寿金。二公子，老奴打听了，冯公拜帖还是石沉大海，祖宗过义的事也没下文。登是最被动的，哪怕撞南墙，也要先撞了再说。魏伯，祖父和冯公当年到底有多深的交情？当年老爷过世，冯公来府上吊唁，在灵前跪了整整1个时辰，最后他对老爷牌位说了一句：“文月兄，你放心，你魏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”这就够了。松柏有岁寒之遭，不因霜雪而改；金石有铿锵之音，
不因岁月而灭。魏伯，这帖子不能走魏府门路，你以祖父旧仆的身份亲自送去冯府，递到冯公手里。是，公子。老爷，魏家文端宫的书童魏安递来拜帖。文月的书童。松柏有岁寒之操，不因霜雪而改。西仙大父文端公与公同榜登科，平生交替，生死不渝。晚生虽未及见公，然常闻仙大父临终之际，公跪灵前一诺，此语明于晚生之心，至今10载，未尝敢忘。阿公，阿公，福娘想你。阿公在看什么？一封拜帖。去回帖，让魏明德带文月的2位孙子来见我。只请了守正和逆生，没有守成。陛下只认卢氏的儿子，不认我生的。冯公应该是不知守成年幼，所以才没提。等会儿你带守成一起去，见了面自然会介绍的。那官人记得顺便提一提我大哥的事。记得，记得。今日去见冯公，你可知意味着什么？冯公是祖父故交，若得他青睐，日后仕途无忧。秦公是理学大家，但论朝中人脉，冯公3度入阁，2任首辅，门生故吏遍天下。今日你若能让冯公喜欢，往后在国子监，在朝堂，路子就宽了。见过冯公。哎，怪不得秦燕那老头说，好一个魏家次子，美姿容，泪未尽。诸位请坐。守正如今在读什么书？劳冯公挂怀。对了，明德，老夫有些话想单独与你次子聊聊。冯公，您要和逆生单独聊，毕竟是陛下亲夸的列子，老夫也想亲眼看看，你不介意吧？冯公客气了，逆生能得冯公召见，是他的福分。逆生，好好回冯公的话。是，父亲。你上帖拜访，如今见了我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来时路上想，见了冯公该说什么？想起魏伯说过一句话，祖父生前常挂在嘴边的。哦，什么话？祖父说，伯与兄善饮，我善算，他饮1壶酒，能算3年账，我算3年账，不及他饮1壶酒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祖父说的是，冯公之才不在账册之间，而在人心之内。好小子，拿你祖父的话来堵我。晚生不敢。坐下说吧。那老夫再问你，何为魏一角？世人结此宴，只说我魏氏专于户部，掌天下财税一角，是赞我祖父精于实务。往深里说呢？一角者，孤也。如这飞檐之一角，看似凌空，实则玄微；亦如棋盘之一角，看似占先，实则易困。我魏氏权势集于祖父一身，他若在，便是户部半边天；他若去，便是无根浮萍。此宴是赞，亦是景。赞我祖父之能，景我魏氏之威。你祖父若在，听到你这番话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你跟你父亲完全不像，你累的不，你比文员更烈，你是不会让人有机会将你踩进泥里的。说吧，你今日来想要什么？来时确实有想求的事，但此刻不想求了。哦，因为已经得到了。冯公一句累祖，比任何官制、钱财都要贵重。明德，老夫问你一句话：文月临终前因何而喜？因大房有后了。他的长子早逝无嗣，你这个次子本该过继长房，给你兄长续嗣。可如今你膝下3子，为何都还记在你的名下？
此事拖了许久，老夫不是来责怪你，只是念在文月份上提醒一句，守正是嫡长不可能，最小的孩子尚未凯蒙，剩下哪一个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回去想清楚了再来找老夫。至于你的差事，老夫会让人去立事问问。官人，妾身有句话。说。逆生过意出去的事儿，冯公开了口，拦不住。但过意完了，咱们还有机会。他才10岁，过意之后，产业由族中代管到他成年，这中间10年发生什么，谁说得准？你是说？不过忌守成就行。过继逆生，先把他推出去，省得在家里生事儿。产业嘛，先让他过名，之后总有办法。还有一件事，过议完之后分宗，让他彻底离开魏家，单过。对，以后他是长房，与我们2房一笔写不出2个魏字，但再无关系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公子，族长为何带4个族老今日进京了？来了。公子来了是好事，过议的事定了，厂房产业才能到你手里。明德，你终于想起要给长房续香火了。文月地下有灵，也该欣慰。是，侄儿这些年疏忽了。既是文月遗愿，那自当遵从。只是长房产业如何处置？族叔，侄儿想还是由族中代管。每年收益3成给主家，7成归族中。这是规矩，3成，7成归族中。侄媳以为前10年盈利。崔氏，你是哪一房的媳妇儿？长房的事，你也要插嘴？族叔，那5600两入库盈利，咱们4-6分，每年收益6成，主家4成，族中。可以。还有一事，逆生过降之后，我想分宗。分宗？魏明德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让一个10岁的孩子过继之分宗？对，让他单过，自立一脉，从此以后他是长房的人，与我这一房再无瓜葛。那孩子自己同意吗？他巴不得早点脱离我这个父亲。那便依你。分宗的事，今日一并办了。开祠堂，告祖先，为长房魏明远择嗣成袍。父亲啊，兄长，逆生这孩子虽然性子烈了些，但到底是魏家嫡血脉。儿子思来想去，只有让他承事长房，既能全了父亲遗愿，又不耽误兄长香火成绩。既是本家之意，那便依礼行事。嗣子人选须由本家提出。魏逆生，你可愿承嗣长房，为魏公明远之子？我魏逆生愿意。已成。2房魏明德提出，嗣子成条之后，与2房分宗，自立一脉。孩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二弟近日列子之名传遍京城，为兄心中甚是欢喜。你自称为兄长，这话不对吧？你叫我什么？
堂弟啊，我过继厂房是大宗，你是二房是小宗。按礼法，你见我当侄子侄礼，所以堂弟叫对了。堂弟，你是秦公弟子，理学门徒，秦公没教过宗法，可不要辜负了秦公啊。请族长将厂房产业契书全数交还给我，300亩良田，5间铺面，以及前10年入库盈利。你年纪小不懂事，这些产业不能就这么交给你。对，你才10岁，尚不能理事，产业由你掌管，万一被人骗了去，岂不辜负了你祖父一番心血？按规矩，4子产业当由族中代管，后5年每年分你30%收益，供你读书用度。二伯，您方才不是还说分宗之后我不能再住在魏府吗？产业不给我，盈利不给我，让我怎么活？列位尊长，这一纸代管之约，怕是从我过境前便已写求了吧？韦拟生，你一个小辈，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？我过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一句，前10年间，族中代管产业何在？又流向了哪里？这是族法族规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好一句不懂。既然要谈礼法，那我便与诸位尊长好好论一论这礼法。今日我就是放肆了。我既入继为长房之子，按理，我便是这长房之宗，是这百代不迁之嫡。诸位今日要分的，不是我一个孤儿的产业，而是这宗庙血石，先祖衣钵。礼记大传有云：别子为祖，继别为宗，继你者为小宗。我四父乃先嫡长，承别子之统，我今继为其后，便是这长房之大宗，百世不迁。大宗者，何族所尊？我入继之时，3炷香1纸书，以告于祖宗。宗谱之上，便是斩断本经复制之慢，移栽于长房之正根。诸位虽为叔伯，然自过境分宗之后，于我这长房宗子而言，已是别祖。诸位不念同根，反欲夺我虎口之业，这与路人劫杀何异？我虽幼，乃大宗宗子；诸位虽长，乃小宗之子。以之子而谋宗子之产，是以树夺嫡，枝伐根。你们一个个名为代管，实为灭嗣。孩子，族中只是代管，不是谋宗子之产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是啊，小孩子家懂什么礼法，别瞎说。有没有说错？你们心中比谁都清楚。韦拟生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代管就是代管，什么灭嗣不灭嗣，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。方才族长说代管，那敢问代管2字点处何经？周行统互婚律明载，互爵之家若无合成分人，财产入关谓之减守；若有合法继承人，则财产并归系子执掌，亲族不得干涉。今日我长房既不绝，又有我成陶，何来代管之理？你刚才拿祖训100年压我，我也有一句圣人言回你。孔子家语曰：相贵，得之贼矣。何谓相锐？便是那些假借祖宗之名，行一己之私，坏真正礼法之人。族老今日所言，正是此辈。父亲，不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称您为父亲。以礼丧服为人后者章，郑玄注于来后者为之子也。
贾公言书，既为人后，则如子于父而绝其本生。父亲大人是否还识得？这不是我定的，这是圣人定的，是礼法定的。今日过继，您亲手在祖宗牌位前烧了文书，磕了头，认下的。您与我是伯父，是叔父，唯独不是父。我乃嫡嫡亲亲的继子，于法当得权业，于礼当成宗条。今日我若退一步，则天下礼法退10步。诸位欲夺我财，请先夺我名分。我倒要看看，是大周的律法大，还是你们手里那纸私约大？他要抱着牌位去府衙，他要敲登闻鼓，在京都敲登闻鼓。登闻鼓一响，官府介入，家丑外扬，魏家100年清誉毁于一旦。哼！站住！黄口小儿，好一张利嘴！京都传你劣子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名副其实。不过，既然你要谈礼法，老夫便与你论礼法。你口口声声大宗小宗，却忘了尊尊之上还有亲亲，骨肉至亲，血脉相连，岂是一纸过继文书便能斩断？再者，你今年力虽至，名分虽尊，可我问你，你可能算出田亩之数，你可能辨别契文真伪，可能应付官府催科，可能处置佃户纷争，你连这祠堂的门槛都迈不过去，便要独掌偌大家业，这不是守业，这是败家。冯公应我一事，指我一路。今日动我者，自思量。什么冯公、李公？这里是魏家祠堂。族叔，那孽子口中的冯公是冯衍，前首辅，门生故意变朝堂。冯公的名字能保我一时，保不了我一世，但至少今天够了。是个劣子，族叔明明就是一个孽子，那孩子……明德，够了！那孩子真的很像你父亲文月。当年族中穷的只够供一人读书，族老们一开始并没有选你父亲。你父亲知道消息后，冲到族中，当着全族辩论，引经据典，句句在理。我辩不过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拿走机会。那时候我恨他，觉得他不讲情面。可后来事实证明，他比我强，强太多了。他中榜眼，进翰林，做尚书，入阁，而我过了秋闱而已，末尾取进。今日那孩子在祠堂辩我的时候，那眼神，那气势，跟你父亲当年一模一样，烈但不狂，争但不乱。明德，你厌恶他，是因为那孩子出生之日，文月和卢氏都去了。可如今一看，又何尝不是他们为了这孩子出生，舍了自己的命呢？还给他吧，那孩子说到底，他是文月的孙子，是你亲儿子，不是外人。我去准备厂房产业契书，明日你我中堂议事。官人，妾身有句话，既然族叔决定还给他，咱们拦不住。难道就这样拱手送给他？当然不是，产业到了他手里，就真的归他了吗？他今年才10岁，契书过名之后，还是要收回族中代管的。到时候我们走走关系，把那契书拿出来，人不知鬼不觉过个名，他又能怎么办？可过到我名下会不会太明显？官人糊涂，过到守城名下就行了。对外就说
这是你父亲留给守城的。那孽子还能说什么？就这么办。二伯，族长，魏逆生，这是你祖父留给长房的产业，你点点。孽子，这都是你想要的，拿稳了，别回头哭穷。魏伯，你现在就去京都府学、县衙、乡贤祠3处，将长房所有田产契书、呈递3处备案，尽数录了副本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官人，他这是做什么？诸点卖田宅应问邻者，先问本宗有福亲及牧田相去100户内与所点田宅接者，他搞这一手。日后但凡涉及他长房一草一茂，都必须过他这一关。那孽子若不应，3府备案，官衙不敢画押，买主不敢接手，你我更改不了名字。那成儿，魏伯，快去快回，我在这儿等你。既然一切事情已了，你也拿回你自己的东西。你不是早就想走吗？走啊！你现在就给我滚！滚出魏家！从今往后，我京都巨鹿魏氏再无你魏逆生。多谢抬爱，日后我也不会以你一脉自称。魏伯，这10年多亏有你。公子，老奴是老爷的书童，照顾公子是应该的。不是应该的。这10年，若不是你，我早就死了；若不是你，我读不了书，练不了字，走不到今天。100年之后，你会与祖父共受我京都魏氏百世香火。公子，这怎么可以？昔日祖父赐你姓，如今我就赐你名，一份可入祠堂的贡名。老奴叩谢公子，愿为公子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魏伯，从今往后，你是我魏逆生的长辈。今日过后，京都魏氏当由我而行。此景正应了那一句：满朝朱子贵，尽是读书人。魏家小子，学生见过秦公。好孩子，老夫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。月白衣衫，风姿如玉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。守正，你愣着做什么？没想到今日是二弟。弟什么弟？逆生如今是成了你家长房，小宗继大宗。我平时教你的礼法，就是这样子教的吗？行弟，为兄长喝彩。秦公，这怎么可以啊？有什么好羞愧的？礼法规矩如此，你受着没关系。诸位都来看看，这位就是冯公要收的爱徒，魏文端公长房嫡孙，当年金魁魏明远之子，当日陛下亲口夸过的烈子魏逆生。这些人任何一个都是我从前只能仰望的存在，此刻他们都在看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配？凭什么满堂诸子都为他喝彩？父亲，我们走。走？你疯了？走去哪儿？你师父秦燕在场，冯府满堂4品以上，你走得出去吗？这孩子身上流着魏明德的血，嫡亲血脉论不清，他能为魏家带来多少利益？吉时已到，请宾客入席。
请冯公、魏公子入堂。为冯公贺。拜师礼开始，以礼正衣冠。可。2礼敬手。3礼拜先师。4礼拜先生。这路是我在指，也是你在让我指啊。5礼献束修。6礼呈拜师帖。今立誓拜入冯公伯远门下，若违此事，天地不容。以祖父魏征任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，仕文端，一生清正，不堕家生。你父亲魏明远19岁中金魁，名动京华。魏家有子当入汉院，前程不可限量。可惜天不假年，而你魏家烈子10岁拔剑诛恶仆，陛下亲口称赞。今日你拜入我门下，我只说2句话：第一，不可堕你家风；弟子谨记。第二，不可堕我师名。弟子必不负先生所望。这是你祖父当年与我的信物。当年我与文岳兄互为知交，以此玉为证。如今他的那块已经随他沉眠入地，这一块送你。记住今日，从今往后你身上担着的是你魏家的门楣，也是我冯衍的名声。弟子记住了。恭喜冯公。好孩子，今日之后你就是冯公的正式弟子了，好好学，别辜负了冯公。学生谨记秦公教诲。沈端、沈阁老道。冯公今日收徒，为何不请沈某？难道我没有一席之地？沈阁老不请自来，那冯某自然有你一席之地。来人，看座。冯公治系之后，气色果然佳好，沈某甚是羡慕。如今更是收得家徒，后继有人，那又何必留京呢？安享晚年，方为臣子之道。沈阁老说笑了，老夫这把年纪，哪里还有什么后继有人？不过是收个好孩子聊以慰藉罢了。倒是沈阁老当年在福州府养老何等舒服，如今不也神采奕奕地坐在朝堂之上？这就是那个烈子。晚辈魏逆生见过沈阁老。不错，气度不凡，冯公好眼光。冯公，今日这拜师宴，沈某不请自来，是有一件事想请教。沈阁老，请说。前些日子吏部调了几个人，工部余环司的魏主事从营修司平调余环司，太原府的一个推官调去了南昌府，都不是什么大事。可偏偏有人说这2件事都是冯公的意思。冯公已经致仕，按理不该再过问朝堂。当然，陛下恩准舆情可直达天听，过问1、2也不算逾矩。只是沈某身为首辅，总要问清楚，免得外头说冯公虽然致仕了，却还在遥控朝政。沈阁老说得对，魏明德调任余元司是吏部正常平调考核，崔家推官调任南昌府也是吏部正常任期轮换，跟老夫有什么关系？冯公说没有，那就是没有。沈某不过随口一问。来，沈某敬冯公一杯。今天的戏还没开始呢。沈端2次看向魏明德，
可魏明德胆小谨慎，没有魄力，靠祖父余毅在工部熬了8年，连个郎中都不敢争。这样的人借他10个胆子，也不敢跟当朝首辅搭上关系。更何况他是靠着冯岩的关系才调任弥全司的。崔氏这个女人不是魏明德那种胆小怕事的人，她敢想、敢做、敢赌。换位思考，如果我是崔氏，要赌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这个女人想要魏家改换门庭。官人，逆生如今攀上冯家，你就一直喝酒？不然呢？那逆子如今是大房的人了，与我们还有什么相干？而且分宗还是你提的，你忘了？官人，你心里那口气妾身明白。可是官人，你想过没有？这冯家满门诸子，冯公当面收徒意味着什么？官人，妾身方才留意到，沈阁老进来时看了你。沈阁老与冯公不和，这是朝野皆知的事，不该想的别想，安心吃宴。官人顾虑的是，可是官人你想过没有？冯公已经致仕，如今又收了那孽子，别忘了那孩子跟我们可是分宗的。可这世上的事儿哪有十全十美？你也该为了守正，为了魏家的将来，也为了您自己考虑。你说的轻巧，沈阁老是什么人？我贸然上前弄巧成拙却不是。官人，这话可就说错了。沈阁老今日来是为了什么？他与冯公不睦，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。他今日亲自来说是讨杯酒喝，可谁不知道他是来看冯公笑话。可冯公是什么人？前首辅，门生遍天下。沈阁老就算想找茬，也不能明着来，他需要一个由头。什么由头？官人，你说这满堂宾客，谁的身份最特殊？那孽子是本场的主角，冯公是主人，还有谁？官人，逆生是过继出去了，他的本其父是你呀。宗法上他是大房的人，可人情上他是你的儿子。这个身份，满堂上下独一份。今日这宴席表面和和美美，可沈阁老既然来了，就不会空手而归。他若想找冯公的麻烦，最方便的路子就是从逆生身上下手。那逆生是冯公的弟子，他直接针对一个晚辈，吃量太难看。但如果逆生的本生父先站出来，说几句话，叙一叙父子情，提一提兄弟义，沈阁老再顺着这个话头往下接，那就顺理成章了。你是说沈阁老想让我去当那个由头？妾身不敢替沈阁老做主，但妾身看得出，沈阁老方才看你那一眼不是白看的。官人想想，沈阁老今日来了，他想要的由头，迟早会有人给他。你不去，自然有别人去，可到时候那个由头就不是你了。沈阁老记不住你的好，冯公那边也未必领你的情。可你若去了，你就是给沈阁老解了围的人，这份人情，沈阁老记下了。官人，你难道就没想过四品之事？官人还要想想守正。秦公讲究清贫自守，将来入仕怕是自顾不暇啊。冯家无望，沈家有望啊。你说的对，那孽子是个不顾亲情的，我确实该去给沈阁老敬杯酒。沈阁老神采依旧，下官魏明德敬仰已久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可是魏文端之子魏明德正是家父，沈阁老知道下官，明德在工部几年了？8年了。8年，营柱司、余祭司都是好地方，只是明德在这2个地方待了8年，就没想过动一动。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坐了8年，是因为他没本事，还是因为他没人脉？不必紧张，沈某不过随口一问。下官是来给沈阁老敬酒的。敬酒？哼，明德这杯酒敬的是沈某，还是沈某手里这点权？哼，你这次子如今可是冯公的高徒了。沈阁老，这个孩子已经过，虽已过继，但毕竟你才是生父。正所谓慈父怀旧，养育之恩为引，对吧？沈阁老说的是，逆生再如何也是下官的儿子。既然如此，明德还不去跟令儿说几句？今日是他大喜的日子，你这个做父亲的该去贺一贺。呵呵，好戏当彩啊！逆生啊，为父还习惯叫你小名，
你不介意吧？为父今日来，不是要扰你拜师的好日子。你过继到大房，为父心里头是赞成的。兄长早去，你能承继香火，这是大孝。想起你幼时读书，父亲带你去祠堂训导，你大哥守正陪你练字，你母亲寒冬腊月给你熬汤送医。如今你有出息了，为父只盼你记得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人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能忘了自己从何处来。你说是也不是？说得好，人伦纲常，国之根本。冯公一生最重此道，门下弟子自然都是知恩报恩之人。当年冯公在朝时最重孝道，曾上书请征表天下孝子。如今冯公的高祖想必也是孝悌双全之人。魏大人方才所言养育之恩，兄弟之情，这位小友，你不会让冯公失望吧？当然，本官只是随口一说，毕竟冯公教出来的弟子，自然是知礼守节的。不过是言下确凿，不值一训。老师，学生本想着今日是学生拜师的大喜日子，何该清清静静，不料竟还有这等丑角登台，唱了一出不知所谓的戏文，倒是扰了老师的倾听。无妨，老夫在朝40余载，什么戏不曾见过。只是说来也是巧了，当年沈阁老初入仕途，尚在翰林院熬资来时，便常在朱大臣府中屈步奉承，替人斟酒递盏，拍马撩须，那是一等一的本事。彼时老夫便曾探过，此人腰骨软似春柳，口舌甜如蜜饯，只道是少年信性，年长自当收敛。而如今再观之，竟是旧病复发，药石难医也。沈阁老，可见这知礼守节4字，说来容易，做来难。有些人嘴上挂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不过是拿它量别人，放自己身上便轻飘飘忘了。方才沈阁老抬爱，学生愧不敢当。学生初入师门，学问尚浅，不敢言孝悌双全4字。不过沈阁老方才所言孝字，晚生倒有一些心得。孔子曰：孝乎为孝，有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可见孝悌之道，重在修身齐家，而非挂在嘴边。学生如今过继大房，承继香火，此乃孝。今日拜师冯公，从名师受教，此亦孝。他日若能学有所成，报效朝廷，更是孝之至也。至于养育之恩，兄弟之情，学生铭记于心，自会在礼法允许之内尽一份心意。但若有人要晚生将私情置于宗法师道之上，晚生不敢从命。沈阁老以为呢？以我看，你已然是忘本之徒。您说学生忘本，学生不认，该因学生不敢忘，亦不能忘。只是沈阁老，学生敢问一句，学生的本究竟在何处？按宗法，学生过继大房，承继香火，大房便是学生的本。按礼制，学生今日拜师冯公，师徒如父子，冯公便是学生的本。按朝廷法律，学生他2日若能出仕，忠君报国，君父便是学生的本。沈阁老今日所言养育之恩，兄弟之情，是欲以私恩置于宗法师道君父之上，还是欲教学生只认私情不认礼法，用私情之小本压宗法师道君父3重之大本？沈阁老，此论恐不妥当。好一个利口小儿！本官入仕30载，历经2朝，位列台阁，尚不敢妄言礼法2字。你一黄口孺子，拜师不过1日，便敢在满堂前辈面前摇唇鼓舌，指点江山。还是说，仗着有人给你撑腰，便不知天高地厚了？沈阁老息怒。学生年幼，学问浅薄，
本不该在阁老面前妄言。然阁老方才问话，学生不敢不答；阁老方才教诲学生，不敢不受。只是阁老若要以年幼二字便堵了学生辩白之口，那学生斗胆问一句：圣人著书立说，可是专为年长者所设；朝廷开科取士，可是只录白发老翁。学生启蒙时就知，礼之所在，不在年高，不在位尊，而在是非二字。阁老若觉得学生错了，请阁老明言学生错在何处，学生甘愿领受。若阁老说不出学生错在何处，只以黄口孺子四字斥责，那学生只能以为究竟是学生的口力，还是阁老的心性。沈阁老息怒，学生年幼，方才若有冒犯，甘愿领罚。你还有何言？学生方才所言句句真心，绝无半分轻慢阁老。阁老位列台阁，辅佐天子，学生心中只有敬重。只是学生不明白，阁老今日来冯府赴宴，本是喜事一桩，为何要替魏大人传话？又为何要当众质问学生孝悌二字？阁老方才那句有人给你撑腰，究竟是何意？恩师从未在学生面前说过阁老半句不是，阁老却当着满堂宾客暗示恩师给弟子撑腰，与朝廷首辅作对，这是君子之行吗？阁老与学生今日初次相见，本当把酒言欢，可阁老一开口便是让本身附体养育之恩，兄弟之情，句句试探，句句诛心。学生斗胆问一句，阁老这是何意？逆生，不得无礼。沈阁老是客，你是主，哪有让客人下不来台的道理？冯公好手段，收出这么一个伶牙俐齿的好弟子。沈阁老何必动怒？童言无忌，阁老难道还要跟一个孩子计较？这传出去不怕人笑话？再说了，逆生方才所言句句在理，阁老若是因礼字而恼，那便是恼圣人之言，恼礼法之正。阁老是朝廷重臣，该不会如此吧？沈阁老，学生年幼无知，方才若有冒犯，学生给您赔不是了。这杯酒，学生敬你，望阁老大人大量，莫与学生一般见识。以退为进，继续顶撞便是不知进退。主动赔罪，既给台阶又显知礼，那句大人大量更是将了他一军。若还不依不饶，便是心胸狭窄，与孩童计较。好，好，好！冯公，你这弟子日后前程不可限量。沈端今日算是见识。沈阁老慢走。沈阁老，这就要走，公务繁忙，不敢久留。阁老日理万机，老夫不敢强留。只是这冯府宴会乃是老夫收徒之宴，阁老既赏光前来，又是当朝首辅，我这新收的弟子，阁老就不给份见面礼吗？阁老若是不便，也罢了。哼，你方才口若悬河，才思敏捷，老夫甚是欣赏。这幅字便算作见面礼。沈阁老，此句不妥吧？沈阁老，冯公收徒之喜，阁老身为当朝首辅，不以长辈之礼勉励后进，反倒以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八字相赠，此与讥讽之意昭然。岂是长者带幼童之道？老夫忝居国子监司业，掌天下教化，阁老此举于理不合，于德有亏。老夫若不言，便是失职。秦司业好大的威风，国子监的司业管的是太学生，管不到我头上。老夫官位卑微，自然管不到阁老。但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人人得言言之。若有人当众送阁老之子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八字，阁老以为如何？哼！你们这些理学大家，最擅长的就是拿着圣贤招牌，满口仁义道德。哼，不过是沽名钓誉，标榜清流罢了。沈阁老是当朝首辅，天下表率，一言一行皆系朝廷体面。阁老纵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朝廷的体面着想。哼，好一个秦司业！秦司业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，可你那些门生弟子，哪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往吏部钻？依我看，
你这理学大家的招牌，也不过是块遮羞布罢了。哼，不好！逆生，快退下！以母必也！老子好好跟你说话，你听不懂人话是吗？讲道理说不通，那就出来单挑。姐，算了，来，出来单挑。沈端，老子在国子监教了10年书，门生遍天下，哪一个不是凭本事考出来的？你敢说他们是钻营？敢说他们是巴结？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沈阁老，请留步。留什么？没看见那老东西疯了吗？秦思业仗义直言，学生感激不尽。思业方才的讲道理，学生铭记于心。不必多礼，哼，算他沈端跑得快。沈阁老，方才阁老送学生8个字，学生还未回礼，怎敢让阁老空手而归？陈逆说孔文举小时寥寥，大未必佳。孔文履反问，想君小时必得寥寥，意思是陈逆如今这般平庸，想必小时候也聪明不到哪儿去。沈阁老送学生这8个字，是希望学生小时寥寥，大未必佳呢，还是阁老在说自己？恩师，弟子斗胆，借笔墨一用。沈阁老，今日多有冒犯，无以为歉，这幅字算作赔礼，还请阁老笑纳。你，阁老方才说学生是利口小儿，学生认了。只是阁老既是当朝首辅，与学生一个利口小儿计较这许多，不知究竟是学生的口利，还是阁老的心小。今日厚赐，学生铭记于心，他日若有寸进，必不忘阁老今日教诲。自我分宗那日起，我魏逆生便是京都卫士之子弟，二伯的卫士我攀不起，既已改换门庭，便好自为之。子夜，你这脾气10几年了还是没改。哼，这种人不揍他一顿，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威武不能屈。秦公威武，学生今日开了眼界。老公子莫要笑话老夫，老夫就是这脾气，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，就喜欢用拳头讲。既然敬派，那老夫就承这个情。刚好堂上笔墨有余，你魏逆生不应作一词祝宴幸吗？当初秦子夜的宴上你能尽兴一词，如今自己的宴上反倒怯场了。既如此，学生恭敬不如从命，劳烦将这屏风抬到堂中来。学生献丑了。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吩咐与疏狂，曾批给予知风劝，垒上流云借乐章，诗万首9000行，几曾着眼看猴王，玉楼金阙拥归去，且插梅花醉落。好词，好词啊！一句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吩咐与疏狂，也就钱塘孟东野登科后中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，可比之义气了。此子从头到尾不卑不亢，进退有助，该争时寸步不让，该退时恰到好处，一鸣惊人。小孩子家不过一时义气罢了，子夜莫要捧杀了他。一时义气？冯衍，你少来这套，真是一时义气。那这屏风送我吧。不行，冯衍，当年世宗朝随军出征，你在帐中愁得睡不着觉，是谁安慰你的？当初是魏征安慰我们2个人，你不要在这儿邀功。你大腿起码磨破了，疼得嗷嗷叫，说什么文人风骨不能叫苦，还是我给你擦的药呢？你忘了？那是2回事儿。我还给你讲过经呢。行军路上你读不懂兵书，是谁一字一句给你讲解的？你讲的那叫兵书，把兵书讲成了玄学，害我摸不着头脑。最后还是魏征重评讲了一遍。好，你冯衍厉害！当年你在翰林院时，那篇论边幻术没有我帮你润色，能入得了世宗皇帝的眼？润色，
你把我的当以守为主，以战为坊，改成了当以德怀之，以礼化之，害我被世宗皇帝叫去问话，问我是不是想让他学汉元帝。你知道我上了多少本事才解释清楚吗？冯衍，我不管，这屏风你要是不给，我就天天来你府上蹭饭。呵呵，你秦子燕要来蹭饭，老夫欢迎，但这屏风不行。子夜若是喜欢这首词，回头让逆生再给你写一幅就是了。这屏风是老夫收徒的见证，另有用处，岂能送你？小气！堂堂吏部天官，连个屏风都舍不得。秦公若是喜欢，学生改日登门，专门为秦公写一副长卷，如何？哼，呵呵呵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你这字很不错。但受金体锋芒太露，容易伤了自己，日后要学着藏锋。学生谨记秦公教诲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今日你表现得很好，满堂诸子都是老夫的人，在他们面前，你不能输，也输不起。因为逆生代表着老师，今日若退了半步，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面，更是老师的脸面。你觉得沈端此人如何？好气无度，毫无章法，堂堂首辅却亲自下场与我争辩，失了气度，乱了方寸。难道你就不锋芒外露吗？你仔细想想，你今日最大的优势是年纪，你是10岁孩子，他是当朝首辅，他跟你计较是失了体面，你跟他争辩是童言无忌，这个年纪就是你的护身符。可你想过没有，未来你登上朝堂，没有人会把你当孩子，没有人会让着你，到那时候你面对的是一个当了30年官，历经2朝，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的首辅。你觉得你还能像今日这样，几句话就驳得他哑口无言吗？老师教我。要不是你人情世故方面还稍显幼嫩，老夫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怀疑你是不是那生而知之。坐吧，我今日留你下来，就是要跟你说这些。逆生，你要记住，朝堂的博弈中，最危险的对手不是那些锋芒外露的人，那是什么样的人？是那种让你感到异常舒适、逻辑完美闭环、杂疑全消的人。你今日看沈端，觉得他毫无方法，所以你轻视他。但你要知道，他能做到首辅的位置上，靠的不是在宴会上跟小孩子吵架的本事，他能在朝堂上屹立，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过人之处？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在朝堂上跟你说的话句句在理，做的事件件为你着想，逻辑完美无缺，你挑不出任何毛病，甚至无法判断他是好人坏人还是蠢人。可等你回过神来，你已经走进了他设好的局里，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，所有的选择都只剩他留给你的那一条。到那时候，你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。所以逆生，今天的审端可让你舒服吗？老夫给你讲个故事。汉末诸葛武侯第4次北方撤军，沿途布设混乱痕迹，诱敌深入。魏将张合率军追击，心中起疑，派小股部队反复喊杀冲锋，试探有无伏兵。可蜀军藏在木门道高处，岿然不动，
任凭张合的人怎么喊怎么冲，他们就是不动，以极致的静默制造了此处无蛇的终极幻觉。你猜张合是怎么想的？他一定会想，我派了这么多人试探都没有反应，那就说明真的没有伏兵。没错，张合陷入了逻辑陷阱，无反应等于无伏兵，于是他率旌旗全速入谷，追入木门道。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万弩齐发，一代名将就此殒命。逆生，你知道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吗？这是打草惊蛇的反向极致。能忍惊扰者，方为真正控局者。张合为什么死？他派了数股部队试探，可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反应，他就以为安全了，却忘了真正高明的猎手不是急着出手的人，而是能在暗处一动不动，等你走进陷阱才扣动弓弩扳机的人。张合之福，于是善计打草惊蛇，而诸葛武侯能忍惊扰者，而成真正的控局者。逆生，受教了。你能明白就好。老夫今日说这些，不是要你以后缩手缩脚不敢说话，而是担心你觉得自己今日辩赢了沈端，就以为朝堂上也不过如此了。老师方才所言，学生铭记在心。只是学生有一事不明，老师方才说最危险的对手是让人感到舒适、逻辑完美闭环的人。朝堂上真有这样的人吗？有，而且比你想象的要多。老师方才说沈端好气无度，毫无章法，这是学生亲眼所见。可老师又说他能做到首辅，自然有过人之处。那学生今日的判断是错了吗？沈端此人究竟真无能，还是假糊涂？就凭他今日所做之事，你的判断没错。但沈端能被陛下端起来，自然有他的强处。他的强处不在章法上，他这人腰骨软似春柳，口舌甜如蜜饯，最擅长的不是运筹帷幄，而是借势媚上。借势媚上？你当他今日来冯府，真是给魏明德撑腰，是羞辱你，是跟老夫过不去？都不是，他是来演给陛下看的。他要让陛下知道，他沈端不畏权贵，连冯衍的宴会都敢独自一人上门去怼。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把每件事变成自己的政绩。所以逆生，你要记住，他今日在你面前狼狈不堪，不代表他真无能，他是在用他的狼狈换取陛下的信任。逆生明白了，沈端的好气无度不是没有章法，而是他的章法就是好气无度本身。他需要让陛下看到他在咬人，咬的是谁，咬的对不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咬了，而陛下知道他咬了。呵呵，说得好，你这孩子悟性果然不差。不过你说对了一半，他沈端会演，老夫就不会演吗？逆生，沈端现在100%已经在写奏折了。他这种人做事从来不慢，你信不信他现在正坐在书房里润腹奏折，准备明早递上去。他会写冯衍宴客结党营私，妄议朝政，写秦燕咆哮目无朝廷。他还会把秦子燕那两拳添油加醋，国子监司印当众行凶，斯文扫地。冯衍纵容门生蔑视朝廷，他用今日之事给老夫上眼药，甚至让陛下下旨斥你，直接毁你前程。那老师打算如何应对？所以老夫才留你下来。逆生，你回去之后也写一篇奏授，而且这篇奏授里你一定要只写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以生父不爱，长房无亲，任陛下为君父。沈端是打草惊蛇，冯衍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沈端要告状，老夫就让他告。他扰我那么多事，
我冯衍也不是吃素的。逆生明白了，回去便写。你毕竟是孩子，不必写得多好看，不忘主题即可。到时我自会提醒你修改，当然不会让你白写。你那首词我会献给陛下。老师，那首词是学生给老师的礼物啊。哎，只怕陛下横刀夺爱啊！还是不对。公子，水凉了。曲娘，你觉得什么最感人？笔笔斟酌，不如直言不讳，字字带心。笔笔斟酌，不如直言不讳，字字带心。亦或者，公子不闻前晋李密上奏给晋武帝之陈情表。陈情表？我不应该站在官员的角度，我应该站在自己的角度，一个10岁孩子的角度。不需要斟酌，不需修饰，只需要真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看你哦，福娘。那我也在看你呀，魏逆生。你还记得我？书堂，你坐着，我站着。你看书，我看你。不对，我找东西。等等，你不会忘记我了吧？如果忘记，你怎么可能叫得出你的小名呢？一半一半。你长得好看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爱看，所以一半是你的错，一半是我的错。你笑起来更好看了。我今天穿的比起书堂时好看不？好看。福娘，阿公，福娘好想你呀！福娘，这是阿公的弟子魏逆生。逆生，这是老夫小孙女冯淑，小名福娘，今年8岁。你好呀，冯姑娘好。阿公，福娘有话跟你说。福娘比鲁阳胖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他敢！他要敢嫌弃我的小福娘，阿公直接把他插地里当人参。这俩人凑一块儿，我还能睡安稳觉吗？老师，学生觉得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子的。怎么？正因为你聪明早慧，才更需要知道在求学路上不畏艰难。公报私仇。学生明白了，未成为大周栋梁，这点苦不算什么。这孩子天生当官的料啊！老师，可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你写得很好，好到无可挑剔。老夫原本以为要替你改一改，没想到通篇看下来，竟是一个字都动不得。只怕此书上于陛下，沈端要出大事啊！逆生，你知道老夫为什么让你头顶书本吗？求学艰难只是一半，另一半是让你记住，
无论你多有才华，都要学会低头。今日这头顶的是书本，日后到了朝堂上，你顶着的就是陛下的心意。你的护身符永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陛下，祭祀在心中。陛下，逢衍宴客，满朝诸子云集，这不是结党是什么？秦燕当众咆哮，撸袖挥拳，斯文扫地，这样的人还能留在国子监吗？还有冯衍的弟子仗着冯衍撑腰，一个黄口小儿竟敢对当朝首辅指手画脚，陛下体面何在？臣拟了几条处置之策，请陛下圣裁。让朕训斥一个10岁的孩子，传出去不好听。陛下，此子出身客亲，生父尚在，却过继长房，不认本生，如此不孝不义之人，毫无教养。若入仕途，将来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。陛下，冯公遣人递了弟子的奏本进来，说是要呈御览。冯衍帮那小儿上书。臣本悖逆所生，落地而母亡，父曾臣如仇沤。臣无父母，唯有君父。陛下，臣知君父也。吾这话若是朝臣所说，我半分不信，但出自一个10岁被全家厌弃的孩子之口。陛下，您看，这魏逆生小小年纪，无官无职，居然敢上本。沈端，朕问你，你是不是在朕面前说一个10岁的孩子毫无教养？臣只是……你说他过继长房是不孝，可奏本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臣无父母，唯有君父。他认的是谁？是朕。他称谁为父？是朕。那你置朕于何地？我大周巍巍庙堂，朕的首辅，朕的首辅啊！我大周首辅，竟容不下一志宏！知罪，你当真知罪？朕问你，山东株洲蝗灾，你可曾认真督办？宁夏向党人系边，你可有切实应对之策？辽东契丹虎视眈眈，你又拿出了什么章程？朕的大周四方不宁，百姓不安，你身为首辅，可曾有一日将这些事放在心头？朕看你是一心只想将我大周朝堂变成你沈端的一言堂。臣不敢，臣万死。沈端，朕今日把话说明白，此事到此为止，朕不想再听见任何人提起。臣遵旨，臣再不敢提。至于冯衍，朕会下旨着冯太傅复朝市政。陛下，冯衍年事已高。至于秦燕，朕念他年高德硕，罚俸半年，以示惩戒。阁老留步！秦燕带了100余名国子监弟子在午门外候着，说要当面跟阁老论理讲道。那老匹夫疯了不成？午门之外，朝廷体面之地。阁老，秦燕他什么时候讲过体面？走侧门。沈阁老英勇，英勇什么？那老匹夫明摆着冲我来，你以为侧门他就没派人？你可愿着紫袍？阁老，我不经打的呀，外面100多号人呢，快脱！皇城，奴才在。此子所奏所言，真否？回陛下，奴才查访过，此子所奏无一字为假。魏逆生乃魏文端公之孙，
已是魏明远之继子，生父魏明德，继母崔氏，其生母难产而亡，自幼被养于偏院10年，无人问津，魏家上下视之如敝履。直到今年开春，冯公怜其孤苦，以文端公遗愿迫魏明德出售厂房，但也被逐出本脉，以分宗自过。今年春才正式拜冯公为师。总之是个可怜的孩子。这奏本可是冯衍代笔？此书是那孩子在自己府中写好，次日清晨送至冯府，途中不曾假手于人。冯公看过，原封不动递了上来。哈哈，10岁子可称文昌。文昌不敢论，但奴才听说，此子是在陛下夸他烈子后，方被魏家出继，被冯公收徒的。说起来也是沾了陛下的龙气，若无陛下金口一赞，只怕这孩子如今还在偏院无人问津呢。哼，你这老奴倒是会说话。还有一事，冯公前几日送进宫来那架屏风，上面题的词也是此子所作。哦，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吩咐与疏狂，曾批给予知风劝，垒上流云借乐章，诗万首9000觞，几曾折眼看猴王。哼，这孩子倒不怕得罪人。沈端要是知道这首词，怕要气得好几天睡不着觉。这字莫非也是他所创？回陛下，确是魏逆生所创。此子幼年在偏院无人管教，便自己临帖，写着写着，竟写出了一首字体。魏家无人理会，倒是秦公初见，赞不绝口，赐名寿金。寿金，笔画犀利，结构清俊，笔锋如刀，其形受尽。好字，此字当由烈子创。哼，没想到啊，朕这一朝竟出了个神徒。大周万方之民皆是朕的子民，朕为君父，民子德才，自当得夸。好，君父知道了，奏本已览，词评一家，朕心甚慰。好好读书，朕等着你长大。天子对一个孩子说，等着你长大，这是何等期许。去送给那个孩子。老师，福娘她……福娘啊，回宫了。鲁阳公主还等着她一起读书呢。福娘，福娘，公子，公子，有旨意，有旨意。公子，快换衣裳，宫里来人了。陛下降旨是圣旨。魏伯别慌。你随祖父接过旨，知道规矩。你去营，我换衣裳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大开府门！草民魏逆生，恭迎天使。好一个翩翩少年郎！咱家在宫里当差这些年，去过许多公侯府，见过多少世家子弟，还从未见过胜过你的。天使谬赞，草民愧不敢当。魏小公子继任陛下为君父，以学生自便即可。这是陛下亲笔所书，赐予你。好，君父知道了，奏本已览，词评一家，朕心甚慰。好好读书，朕等着你长大。此生必不负君父厚望。这孩子的眼泪是真的。魏家子魏逆生听谕，朕兰尔陈情启恩上君父书，字字器械，句句雍容。朕以知之，亦以怜之。尔年虽幼，志气不凡，深得朕心。从今往勤游学苦读，不负朕望。今赐礼乐品恩荣，特许腰悬素银鱼带。欲以比之文以载道，瑞以彰国，此为文衡之印。上捐国瑞二字。陛下最后有训谕，
玉虽美，必浊乃成器；目虽秀，必培乃参天。尔其念朕身心，目视天资而废进修，目因失宠而忘谦敬。学生叩谢陛下天恩，陛下厚爱无以为报，唯有勤学苦读，修身立德。他日若得寸进，必鞠躬尽瘁，以报君父万一。对10岁之童如此，沈阁老当真过了。皇帝才是最大的护身符。2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长到足以让朝堂格局重新洗牌，短到不过一场秋闱的距离。难。秋闱在即，乡试、省试、殿试3场，策论贯穿到底。殿试天子亲问，写得好不好，直接决定名次。你怎么突然回头？我回头还要提前知会冯姑娘。我就是路过。路过还带着绿豆汤和桂花糕。阿公说你写策论辛苦，让我送来的。替我谢谢老师。福娘，你头上的绢花歪了。你欺负人！宜是昔年亏宋玉东陵，只露墙头一半身。刚刚躲在门后探半边脑袋，可不就是只露墙头一半身？呸！哼，还行，我只说你前面写得好，后面论边防要的是刚健，你写成了温豚水，跟谁学的？你看这句，至若边备非是干戈之力，贵得将帅之贤，当慎选臣义有谋之士，就写得很好。可下一句是什么？同户氏不恩行时，远人怀德自负。逆生，我问你，大周是怎么立国的？太祖以武开国。不错，太祖亲率铁骑出雁门，破云州，一战定北疆。一仗打完，契丹起降，100年不敢南顾。通户氏不恩事，使远人怀德自负。放在别的朝代没错，但若在圣上陛下看到你写这句话，会怎么想？陛下是马上天子的血脉，大周立国100余年，靠的就是刀兵之力、将帅之勇。你说怀德自负，在陛下听来就是怯懦。学生知错。你没错，你只是没想明白。策论要见实务，要见格局。你这2年用功经史祖籍都下了功夫，可没实务可写，自然只能掉书袋，最后写出个4平8稳的温吞水。你的文章水平够了，但策论见识少。当年陛下赐你余代文为福信，老夫明天跟陛下求个恩典，让你出入文渊阁，观历代见习政要。文渊阁？怎么？怕人说闲话？怕御史弹劾？还是怕沈端又跳出来闹事？逆生，你记住，朝堂之上最不值钱的就是怕字。让你去文渊阁，是去学、去看、去养，养眼界、养格局、养气度。这些东西书斋里学不到，得你自己扎进去，日复一日琢磨，才能慢慢养出来。
你经义底子扎实，师傅也过得去，唯独策论差一口气，差在见识。你没见过朝政怎么运转，不知道奏折从地方到御前多少道手续，不知道边患牵涉兵部户部多少扯皮。光通复事不恩信，6个字写出来容易，落到纸面上，光乘马比价就能吵上3个月。文渊阁里那些东西比老夫说1万句管用，去看看先辈们怎么处理棘手事儿，自然就知道策论怎么写了。老师厚爱，学生铭记于心，此去文渊阁，必当勤勉自立。行了，先回去吧。等等，去了文渊阁，好好观政，好好读书，别的事儿收一点。福娘去宫里陪公主了，别指望在文渊阁碰到她。下去吧。学生在文渊阁，福娘在公主那边。你知道就好，等你考上进士，入了朝堂，到时候再说。谨记老师教诲，定不负厚望。彼养台歌之气度，蓄宰辅之食量。可是魏小公子，魏小公子，随我来。这边是太宗朝奏档册，按年份排着；那边是仁宗朝。你是谁？文渊阁岂能容人乱进？学生为逆生，入阁观政，阁下也是吗？我姓江。宁世子，东西可取完了。李典籍，文渊阁什么时候阿猫阿狗也能进了？宁世子说的是，只是学生今日进文渊阁，凭的是陛下手谕。世子方才说的阿猫阿狗，是在说陛下看走了眼，还是在说冯公见错了人？宁世子，这是冯公弟子魏世子魏逆生。冯公的弟子倒有几分本事。魏公子，方才那些话是不是太轻了？我也觉得，策论写多了，攻击力都低了。宁世子来文渊阁取什么东西？去岁陕西行都司3州沦陷的边长备要，欲图军报党册。宁王前日才回京议罪，要写自辩折子。弃地数百里，军民闻之无不愤慨。这样的人，居然还要自辩。不错，比上月长进颇多。秋未在至，你选考哪一科？学生选经义科。我冯衍的门生，若选那小道师傅，老夫自己都看不起他。宁做时臣，不做辞臣。秋闱在即，老夫替你压了3个方向。第一，边防。去年向党人连线陕西行都司3州，朝堂吵了大半年还没定论。第二，吏治。地方官贪腐横行，层层盘剥，吏部考核形同虚设，到朝廷账上就剩个零头。第三，农桑。今年京东路好几个府县报了旱灾，朝廷虽开了长明仓赈济，但杯水车薪，根本动摇，国将不国。每个方向写2篇，正面立论，反面驳论。你自己跟自己打完了还能圆回来，才算真本事。还有一条切记，边防方向不要提陕西一事，更不能提宁王。
宁王虽戴罪在身，到底是天家骨肉。陛下如今因为科考在即，有意压宁王议罪一事。宁王也在想办法自辩。你一个白身少年，议论藩王得失，不管对不对，都是犯忌讳的事儿。去吧，切不能犯前汉晁错之旧事。进来快半个月了，除了送饭的，连个鬼影子都见不到。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？坐牢的犯人不能递折子，你能；坐牢的犯人不能面客，你父王我能写自辩折，这就是区别。父，咱们不就丢了荒凉的甘肃三州吗？不就荒凉的甘肃三州？那是太宗皇帝一刀一伤打下来的河西走廊门户，凉州、冈州、肃州三州沦陷。父王我不战而逃，从西安府一路跑到汉中府，弃地数百里。兵力不足不是罪，弃地而逃才是罪。将帅守土，有死无二。我是大周宁王，太宗皇帝的曾孙，当今陛下的亲叔叔，我跑了。父王，陛下会杀了我们吗？不会，我是陛下的亲叔叔，陛下总不能杀我一个亲叔叔吧？否则他为何不直接将我们下狱？你当为父是怕回京？哼，我是故意拖到现在。秋闱在至，朝廷轮裁大典是陛下最要紧的事。科考期间，朝堂上下都会压着争议，陛下不会急着处置我。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父子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自救的机会。得看谁来救。陛下，该用药了。宗人府那边，朕的好叔叔怎么样了？宁王每日写自辩折子，翻看边防拜要。倒是宁庶子前几日在文渊阁碰上了冯公弟子，说了几句话。口口言说丢州之罪重，心中却无半点愧疚。他们不是愧疚三州军民，他们只是害怕自己要死了。沈端这个人敢往咱们这儿跑，就是有心思。有心思的人就能谈，姿态放低些，话不要说满，诚意要给足。我堂堂藩王世子站门口等了3天，这份诚意够不够足？世子，老爷请您进去。世子来了，坐吧。沈阁老，在下为父王之事而来，阁老若能救我父王于危难，宁王府上下必铭记大恩，没齿不忘。不战而逃，弃地数百里，这份罪过放到哪朝哪代都是杀头的罪。臣子守土天经地义，丢了土就该领罪。老夫帮不了他，也不会帮他。送客。老爷既然不帮宁王，为何还要让世子进门？谁说我不帮了？我那番话哪一句不对？拿到朝堂上去说，谁敢说老夫说错了？宁世子代表宁王，老夫不碰这件事，是因为不知道陛下的态度。陛下若不想杀宁王，老夫就是宁王的救命恩人。可陛下若是想杀宁王，今日这番话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老夫训斥了宁王世子，劝他领罪，满府上下都听见了。一群狗奴才连热茶都不会上。父王，沈端把我训了一顿，好像我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。
无恙矣，我们父子无恙矣。父王，你不会失心疯了吧？玉儿，你想想，沈端若真不想帮咱们，为什么要见你？他在试探，让你等3天是试探耐心，把你请进去训斥是做给旁人看。他越是不冷不热、不拒不应，就越说明他在等。上了棋盘皆是棋子，沈端也不例外。一个在等的人是有心思的人，有心思的人就能用。父王，儿臣在西安府从来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到了京城，连一个臣子家的门都要等3天。只要是在西安府，我早杀之而后快。西安府，等我们能活着走出这宗人府再说吧。你去找沈端的孙子沈毅，跟他交友。沈端让我等了3天，现在又转头包结他孙子。你要想回西安府过好日子，就听我的。玉儿，这京城是一盘棋，上了棋盘皆是棋子，不是我们下棋，就是被人当棋下。王公公，陛下这几日龙体可好？老葛老惦念，陛下这几日好多了。宗人府那边，陛下可有什么吩咐？宁王殿下再怎么着，到底是陛下的亲叔叔，添加血脉，打断骨头，还连着筋呢。不过陛下心里那口气一时半会儿消不了，甘肃3州这事儿总得有个交代。多谢王公公指点。不杀，陛下不想杀宁王，或者说想杀但不能杀。藩王王婆们盯着史官笔在记着，杀一个亲叔叔这笔账太大。但甘肃3州的债总要有人背，不是宁王，那就是别人。王爷，可愿自救乎？不是本王自救，是沈阁老愿救吗？陛下不想杀王爷。陛下不想杀我，但甘肃3州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得有人出来顶罪。这个人不能是王爷，你是陛下的亲叔叔，但得有个替罪羊。潘咬，殿下在自辩折子里把李元贞咬出来，怎么严重怎么写，怎么具体怎么编。李元贞是冯衍的人，他要是倒了，冯党在西北根基就断了一半。冯衍再不想掺和宗室的事儿，也由不得他了。冯衍为了保陕西巡抚，就得跟沈阁老你，不是跟我，是跟陛下。李元贞有没有罪，只在陛下。陛下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台阶。好，本王咬李元贞，但沈阁老能保证本王活着走出这宗人府？王爷只需好好攀咬李元贞，朝堂上的呼应、御史台的弹章，自有我来安排。只要李元贞倒了，甘肃3州就有了替罪羊。王爷再写一道请罪折子，态度诚恳，言辞卑微，把弃地而逃说成兵力不济，仓促转移；把畏敌如虎说成保存实力，以图后举。我沈端一个唾沫一个钉，保你父子完完整整离开宗人府。公子，前面铺子的酥油鲍螺做得极好，魏伯近日咳得厉害，这酥油润肺。买。这不是魏家子吗？本世子跟你说话呢，连基本礼数都不会了。宁世子，我方才已行过注目礼，世子没看见，还能是我的不是？世子，算了，走吧。魏家子，那女使是你的，模样不错，身段也好。本世子身边缺个魔脉的侍女，你开个价吧。世子，这是京都，不是西安府，你这样做不合适。一个婢女而已，魏家子不会舍不得吧？本世子出钱买婢，银货2骑，有什么不合适？一个弃地数百里，丧尸数万人，吓得从西安府跑到汉中府的藩王世子，是怎么有脸站在京都街上大谈买婢的？你觉得我不敢当街杀你吗？你不敢啊！我大周开国100余年，从无一寸疆土因未战而弃，从无一城百姓因逃遁而失。宁王父子不战而逃，弃地数百里，这是大周开国以来第一次有藩王弃土而逃。我不配，我姓姜，宁王世子，大周天下便是我姜家的天下。你一个过继的弃子也配在我面前张狂？就是当街杀了你又能如何？世子锦衣金冠，
前呼后拥，好不威风。可三城失陷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多少妇孺流离。你身上这件锦袍够凉州城下一个敝族的抚恤吗？头上这顶金冠够甘州城外一个被掳妇人的赎金吗？所以我还是要斗胆请世子自问，这国姓，你配吗？够了，魏逆生，你等着，本世子不会放过你的。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点心买好了，酥油鲍螺还热着呢。走吧，回府。知道老夫为什么叫你来？西街的事。你当街说那些话时，有没有想过宁王虽戴罪在身，到底是天家骨肉？不用解释，你今日做的没错。君子可内敛，不可懦弱。宁王世子当街辱你，你若忍了，丢的不是你自己的脸，是老夫的脸，是冯党的脸。谁家的子弟在街上被人打了左脸，还把右脸伸过去，谁家的门楣就矮3分。至于宁王，你更不用担心，一个戴罪的藩王世子罢了，他爹的命还在陛下手里攥着，拿什么来许你的晦气？倒是你今日这一闹，帮了老夫一个忙。帮了老师？宁王世子这事儿一闹，朝中那一群不站队的老泥鳅会觉得宁王父子到了这个地步还不收敛，可见平日在西安府何等跋扈。这种人丢了甘肃3州不冤。今日叫你来，不是训你，也不是夸你。过几日就是秋闱了，老夫送你4个字。你这2年进步很大，当初收你时，老夫心里打鼓。10岁孩子天资再好，心性未定。2年看下来，你比老夫想的沉稳也争气。能走远的，从来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，而是最能沉得住气的那一个。学生谨记老师教诲。逆生，别太急，老夫能等到你高中。公子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公子不必担心，入秋凉了，老毛病罢了。我方才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棵枣树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那年你才这么点大，当年老爷还在的时候，老家府里也有一棵枣树，比咱们院里这棵大得多。一到秋天，满树红彤彤的，压得枝条都弯了。老爷常说枣树这东西贱，不挑地，给点土就活。头几年看着跟死了似的，可只要你不管它，它自己就悄悄扎下根。等回过神来，已比人高了。做人就该像枣树，把根扎深了，风来吹不倒，旱来渴不死，到秋天自然能结出果子来。老奴这辈子跟着老爷兜兜转转几十年，老爷走的时候，老奴以为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，没想到还能看见公子有今日。魏伯，秋闱还没考呢。是啊，公子要考秋闱了。公子，魏伯这些日子瘦了许多，明日我求老师请宫里太医来看，你多看着他。我等好一会儿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阿公说你的马车太旧，怕半路散架耽误考试。老师还让你带这么大一个食盒。反正是阿公让带的，你爱吃不吃？吃，现在不吃口好的，进宫院糕点都要被戳成散的。这样子吗？公子，时辰不早了。魏伯呢？这个日子他最兴奋才对。魏伯，我出发了。魏安，快一点，等一下我们就挤不进去了。老爷，小少爷，你的嫡孙长大了，他要考秋闱了，要去考进士了。他跟你当年一样有才的，求你保佑他考中，保佑他平安，保佑他前程似锦。这是什么？文衡压齿，陛下所赐。甲字第14号，景和10年7月15午时3刻，京都应天府秋闱乡试，落笔开考。第3日
考策论。老师曾说，策论不提宁王，不意藩王得失，不处添加忌讳。陛下不是不知道答案，而是需要一个能说出答案的人。朕等着你长大。昔日君父信我，今我亦当信君父。臣闻之，兵者国之大事，三州之师，乃一桃字而已，实负陛下厚望。这下回去，说不定老师要气得摔茶盏了。宋大人，竟写得如此大胆。此子疯也，写宁王弃地而逃，写陕西巡抚观望不进。他把两边责任分得很清楚，李元贞有李元贞的责，宁王有宁王的责，没有偏袒任何一方。你们看，他没有替任何一方开脱，站沈端的把责任全推冯党，站冯衍的把责任全推宁王。可此卷两边的责任都点了。可宁王乃宗室，他一个白身也敢妄议？此乃陛下策问，几点策问，则依考生所问之。他若不议，才是辜负了陛下。你们说，陛下为什么要出这道题？朝堂上吵了大半年，沈阁老不敢说真话，冯公也不想说。陛下在朝堂上问不出真话，所以就在秋闱里问。陛下的策问就不是让学子避重就轻，而是要听真话。这份批假提名要在应天府张贴公示，会不会惹麻烦？麻烦？一切都不过是圣意罢了。至于其他的，那是陛下该操心的事。应天府主考官是宋景，正是。宋大人任过国子监祭，此次阅卷秉公持正。不错，陛下不问，是因为不需要问。陛下口谕，叔叔近日在宗人府中，身子可还康康？臣身子尚可，劳陛下挂念。陛下又说了，宗人府虽简陋，但胜在清静，清静的地方就适合养病。前几日叔叔递上来的自辩折子，朕看过了。甘肃三州的事，该是谁的责就是谁的责，憨扯别人，不能替自己开脱。您贵为添加骨肉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但亲情归亲情，国法归国法，甘肃三州的事总得有个交代。陛下给王爷时间，王爷也要体谅陛下的为难呐。一个阉狗也敢在爷面前摆架子！父王，你打我做什么？父王，你疯了吗？儿子做错了什么？3天的考试终于结束了。魏博，魏博，魏博，小公子，你回来了。魏博，我考完了，考得很好，经义好，策论也好，一定能中的。好，中了就好，老爷也能放心了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小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积劳成疾，五脏皆损，加之秋风入体，寒气侵骨，那该如何医治才好？老朽无能为力。不可能，魏博从来没生过大病。这病不是1日2年聚下的，是几十年的劳损。他年轻时吃过太多苦，身子骨早就亏空了。这些年不过是强撑着，如今心态微松，秋风一起，就像一座空了的老房子，大风一吹就……魏博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应天府乡试报喜，京都卫士魏逆生老爷中了景和10年应天府乡试第1名，解元。魏博，应天使乡试第1名，中了。公子中了，公子中了。安子，
公子，让魏博净了面，换身衣裳吧。魏博生前最爱干净，您知道的。去拿最好的料子，让魏博穿着舒服些。魏博，以后没有人会疼我了。大喜大悲，也不过如此。逆生，老师来了。老师，魏安也走了。文月兄，他也去找你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答应过魏博，让他埋在祖父身旁。魏安说到底不是魏家子孙，按礼法，外仆不得入祖荫。你如今是界元极地这个节骨眼上，要不就葬在城外清风山吧，那里清静，能看见京都，也能看见南边老家。多谢老师，但魏博与我不是祖父，胜似祖父。无魏安，则无我魏逆生。他姓魏，祖父赐姓，我亦赐名，谁也拦不得。罢了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学生宋老师。一介界元，秋为新贵，竟为一个仆人大办丧事，以长辈之礼待之，置礼法于何地？置尊卑于何地？四爷，魏界元以长者之礼葬仆的事，外面已经传遍了。魏安于魏逆生，非仆也，似祖父耳。即似祖父之丧，岂能不爱？秦思燕说魏安似祖父，这话倒也在理。那老吴养大孤儿，以长辈之礼葬之，有什么不对？可礼法就是礼法，尊卑有别。一个界元为仆人举丧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孤儿被老仆养大，以长辈之礼葬之，我看合情合理。对呀，是这么个理儿，是这么个理儿。父王，沈一说魏逆生连鹿鸣宴都没去，就在家给那个老仆守丧，为图举礼，简直可笑。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什么都豁得出去。父王，你这是在同情他？不是同情，是提醒。我今日去看了大长公主，姑母说了，宗祠这边她会帮着说话，但有一条，让咱们安分些，不要惹事。他正处在风口浪尖，你往他跟前凑，就是往刀口上撞。我知道了。安分，往刀口上撞，本世子就真往上撞。他敢不收刀吗？世子今日怎么有兴致来望月楼？听信，魏家子的界元是朝廷的考官定的，其实他们说罢就能罢的。沈兄，你知道这世上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？不是刀，不是枪，是这嘴。满应天府学子提笔如刀，那些落笔学子寒窗10年一朝落笔，心里头憋着火呢。魏逆生不但中了头名，还摆出功名如浮云的架势。你说这些人看了心里能舒服？世子，您不会是想……
我什么都没想，只是喝茶听戏闲聊。至于别人怎么做，与我何干？魏逆生为徒局里是低法入伍，有什么资格做解元？对，他不配，联名上书罢免他的解元。有胆量的跟我去魏府，当面问问他凭什么一个解元在家给仆人守丧。好戏开场了。爷爷，我真的不想回桂林府。诸位请回，我家公子正在守丧不见客。守丧？给谁守丧？给一个仆人，一个解元给仆人守丧，传出去不怕天下人笑话？崔福，让开。不知诸位来我魏府有何贵干？魏逆生，你身为解元，连鹿鸣宴都不去，在家为仆人守丧，你眼里还有朝廷，还有礼法吗？解元的标准是什么？秋闱3场，我场场加等。考官批阅众口一词，诸位若要弹劾，烦请上书，说我的文章狗屁不通。若能让考官改判收回成命，我无话可说。可诸位今日不是论文章，是来论我家的丧事。我为谁守丧，以何礼葬之？这是我魏家的家事，与解元何干？你是解元，是世子表率，为仆局里，岂不是带坏风气？你们说我沽名钓誉，不知礼法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们聚众而来，堵在我魏府门前，口口声声要罢免我，这是为了礼法，还是为了自己那点见不得人的心思？你血口喷人！你们说魏安是仆人，那我便告诉你，我出生那日母亲血崩而亡，本生父视我为灾为孽，不许乳母喂我，要将我活活饿死，是魏安。于深夜窃出先祖父牌位，高驰过顶，直闯正堂，以先祖父一命换我一幼命。但他一个未曾娶妻的男人，哪里懂得喂养婴孩？无非是求府中养儿娘讨一口奶，讨不到就熬了最稠的米汤，一勺一勺吹凉了喂我。从襁褓到垂臂到弱冠，12年。可他终究是仆。先祖父早便焚毁契书，放其良籍，何族皆知官府有当，尔等口口言仆，真当君子可欺乎？我中举之日，他却倒在得知重榜的那一刻，替我欢喜了整整一辈子，连我的喜酒都不曾喝上一口。好一句枉读圣贤之书，更枉为人。你说先祖父焚毁了契书，那我问你，既然不是仆人，此人住在哪里？先居魏府偏院，后居此院。那就奇了，焚毁契书之后，魏安为何不走？为何还甘心情愿替你一个小主人做这做那？你口口声声说魏安不是仆人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正是你让他做了一辈子的仆人？世子说的对，是逆生无能，让魏安做了一辈子不像仆人的仆人。焚毁契书那日，魏安30余岁，有手有脚，识文断字。他离开魏家，到哪里不能谋生计？可他没有。世子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放心不下我。魏伯不是为了仆人的身份才照顾我，他是为了照顾我才甘心顶着仆人的身份。世子锦衣玉食，想来不曾见过。诸位读书人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本是实，不是名。魏安对我有养育之恩，这是实；昔年曾是仆从，这是名。以名废实，以名掩恩，这是圣贤教我们的。以名废实，以名掩恩，
不是圣贤所教。赵元朗今日受教了。魏逆生，你一个魏家弃子，也配与本世子相提并论？我姓姜，国姓者，动我者族之。安，刘明子，7岁随征为书童。仁宗朝永和6年征中进士入翰林，安随行。世宗元和9年征因病逝。事前当众焚器，放良籍，与荣养，子孙应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父仁宗亲子先帝亲封的郡王天皇贵胄，你来试试。姜玉，可知伍子胥父兄被杀16年后，攻破郢都鞭尸，父兄之仇无共戴天。公羊传有云：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魏安于我，不是父亲胜似父亲，岂不闻列夫之愤，无不见血？我的前程不是踩碎了吗？我无惧。崔福，拿木胶来。来人，给我锁了！我乃荆轲介远，陛下赐我乐品银鱼带玄国瑞玉衡，尔等岂敢压罪于我？魏介元，下官职责所在，请走一趟。景和10年秋，京都解元魏逆生为仆举礼，以建辟宁王世子，天下震动。次年三司会审，判流3000里。景和12年，冯延以帝师之名密奏求情，周景帝感其心存君父者，不可谓不忠之语，下诏特赦。景和15年春，魏逆生以弱冠之龄高中进士。景和18年入内阁，景和22年拜首辅，推新政，整吏治，固边防，兴农桑，史称景和之治。那个一身麻衣、腰悬银剑的少年解元，终于站成了这天下最稳的一撇一捺。